你重生成了一只毛毛虫，并且还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不仅可以进化成传说里的冰魄天蝶和战力超强的噬魂幽蝶，甚至就连吞噬星空的混沌道蝶也可以进化。但这一切的条件就是需要依靠不断吞噬来获得进化点数。此时的异兽森林中，一只肥硕的毛毛虫靠着本能吞噬脚下这一片树叶，而你的脑海中却响起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激活吞噬进化系统，你意识回笼，猛地扬起前肢。我潮嘞！别人重生都是龙啊、蛇啊、老虎的，我特马的是一只毛毛虫。贼老天，你丫是不是在玩我？你站在树冠上的一片宽大的树叶上，昂着脑袋看着周围的森林，心中一片茫然。凭借本能，你低下头开始啃食脚下的树叶。随着不断的啃食树叶，系统的提示音在你的耳边再度响起：检测到宿主吞噬铁木巨树树叶，获得吞噬值 0.05。宿主获得10点吞噬值时，可获取新手大礼包1份。听见系统的声音，你更加卖力的啃食起来。虽然你成为了毛毛虫，但是能够通过吞噬获得吞噬值，那你还有翻盘的机会。就在你忘我的吞噬树叶时，一道黑影在你的身后破空而出。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鸟类异兽，全身通体雪白。糟了，地阶异兽风行鸟！你不断挪动肥壮的身躯，想要躲避风行鸟的视线，而这只风行鸟就像是早就盯上你了一样，双爪弯曲，破风而下，尖锐的利爪狠狠地刺入你的身体中。仅仅一个照面，你的身体就仿佛被针扎了一般，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让你昏迷过去。当你再次睁开眼时，周围已经没有风行鸟的踪迹，而你此时孤零零地斜躺在一片枯枝搭建的鸟巢中。在你另一侧放着2枚晶莹剔透的鸟蛋，一道道纹路在鸟蛋上仿佛在呼吸一般的闪烁着。彻底清醒过来的你，瞬间明白过来，你已经被风行鸟带到了它的巢穴中，而你则是被当成小风行鸟破壳后的第一顿大餐。不行，我不能死！一时间，你宛如黑宝石般的双眸露出一抹狠戾，你蠕动着肥壮的身体，疼痛感宛如潮水一般不断冲刷着你的神经。等你来到鸟蛋旁时，仿佛已经感知不到身体的存在。你看着面前的鸟蛋，没有任何犹豫，张口咬了上去。吞噬开始，冰冷的系统声音在你的脑海中回荡。这道声音虽然冰冷，但在你的耳边如同天籁。仅仅过去1个时辰的时间，鸟巢中的鸟蛋已经彻底失去踪迹，而你的身体也开始发烫，好像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恭喜宿主获得10点吞噬值，新手大礼包已经发放。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蝶变，宿主吞噬值已经达到10点，是否选择进化？你听着脑海中系统的声音，果断的选择进化。就在你选择完进化的刹那，一道金色的光芒笼罩在你肥胖的身躯之上，原本因为疼痛而麻木的身体，此时就像被泡在温泉中一样，酥酥麻麻，一股股暖流在身体中游走。仅仅过去几秒钟的时间，你的身体周围便出现蛋壳，外形与身旁的鸟蛋别无二致，甚至在气息上也难辨真假。这时天空中一道鸟鸣响起，当初抓你来这里的风行鸟再度归巢。风行鸟忽闪着双翼，停留在鸟巢边缘。你躲在蛋壳中，心中紧张到了极点。风行鸟歪着脑袋注视着鸟巢中唯一一枚泛着金色纹路的鸟蛋，它放下口中毛毛虫，用鸟喙拨弄了一下鸟蛋。树丛中好似充满着疑惑，鸟巢中的蛋少了一个。就在你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风行鸟缓缓趴伏在鸟巢的边缘。这时你彻底放松下来，还好，这傻鸟看不出来伪装。在你庆幸时，你所藏匿的蛋壳突然发出一阵咔咔声，紧接着原本坚固的蛋壳在这一瞬间出现裂痕，金色的蛋壳轰然破碎，化为点点金光融入你的身体。你低着头打量着自己的新身体，这是一只拇指大小的毛毛虫，金青色的纹路好似镶嵌在身体之中，而一股强大的波动不受控制的在你的身体周围涌现，化为一道道小型的旋风呼啸而去。后背上忽闪着一双金色的翅膀，微风流转在翅尾。叮！恭喜宿主第一次进化成功，宿主一阶异兽，宿主技能蝶变锋刃，下次进化条件需要吞噬值50，一次进化就能进阶。你黑曜石一般的眼眸缓缓瞪大，心中的喜悦愈发浓郁。只要是不停吞噬，早晚有一天我能突破桎梏成为地阶。传说地阶异兽拥有着化形的能力，异兽等级与人族等级相似，都是1阶到9阶，而在9阶之上便是地阶。在你还沉浸在美好未来的畅想中时，一道阴影突兀地挡住你上方的阳光，你下意识地抬起头，树丛猛地一缩，坏菜了，怎么忘了这里还有个傻鸟呢？你稍微挪动着身子，脑海中思索着应对之法。下一瞬，面前的风行鸟凌厉的嘶鸣一声，忽闪着双翅向你啄来，尖锐的鸟喙如同利剑一般刺破空气，带着锐利就要刺穿你的身体。你下意识地转头，双翅忽闪，身体在半空中加速逃离，风行鸟却以更加恐怖的速度追上你。尖锐的鸟喙中泛着一抹青色的光芒，仅在一瞬，一道锋刃快速地朝你击射而来。这道锋刃之上传出的恐怖力量，让你的汗毛耸立，绝对不能被击中，会死的。就在你感知到身体因为锋刃接近而产生痛感的时候，身后的双翅猛地一震，身体也因为惯性而急速下坠。你砸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强烈的痛感你快要昏厥过去，而身后的风行鸟依旧不依不饶。风行鸟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尖锐的利爪刺出，想要将你死死地钉在树干上。你怒火中烧，毛毛虫的口中一抹青色的锋刃急速成型，而后瞬息斩击而出。风行鸟根本想不到一条毛毛虫为什么会风行鸟一脉的血脉技能，就在他想要躲闪之际，已经来不及了。刹那间，锋刃急速轮转，狠狠地劈击在风行鸟的身体之上，鸟鸣凄惨，而后一分两半。只不过风行鸟的速度太快，就算在它身体被劈开之后，却因为强大的惯性而向前呼啸。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根尖锐的利爪狠狠地刺破身体。仅在一瞬，上一世那种濒临死亡的冰寒再度爬满全身，坠入冰窖的感觉让你的意识逐渐低沉，一抹浓郁的不甘充盈在你的心中。你猛地晃了晃脑袋，双翅震颤，身体上那股剧烈的疼痛让你
你再度恢复一丝清明。你低下头，看着插在身上的利爪，心中浮现出一抹狠戾。吞噬进化，只要我的吞噬值达到50，再次进化，我就能活下来。随着你震颤双翅，下半身顿时撕裂，而你直接趴在风行鸟的尸体上吞噬起来。随着吞噬开始，你能感觉出身体中有着一股热流正在源源不断的被我残破的身躯吸收。巨大的树下，一名身穿淡蓝色练功服的女人正盘膝坐在地上，女人面容清冷，一头秀发被扎成马尾束在身后，她身上脏兮兮的，脸上还有着一些淤青，就算是这样，也难以掩饰其绝佳的气质。在她的身前平放着一条奄奄一息的闭眼金睛蛇幼崽，原身还真是废物，居然这么听仇人的话，来异兽森林深处寻找草药。万年前，本地渡地劫失败，但保留一丝神魂在这异兽森林中，若不是原身凑巧进入森林深处，我也没有办法复活。既然本地用了你的身子，那便替你重活一世，然后再次登临地阶层次。说话间，女人低下头，看着面前的闭眼金睛蛇幼崽，她双手合十，一道契约阵法在大地之上升腾而起。有了这头成年便可达到6阶的闭眼金睛蛇幼崽，最多7年便能再度让我登临地阶。强大的法阵之力呼啸而起，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就要笼罩在闭眼金睛蛇幼崽之上。这时，你已经将树上的风行鸟尸体吞噬殆尽，吞噬值才20点，根本不够。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意识更加模糊起来，靠着本能感知到大树下有一团强大的气血，而后没有任何犹豫的震颤双翼飞扑而下。经过一道光阵时，只感觉身体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精纯的生命之力。你一口撕咬在身下活物身上，一道道强大的力量充盈在你的身体之中。仅仅3口过去，原本断裂的下半身，此时已经开始缓慢生长出新的肉芽。你更加卖力地吞噬起来，不知过去多久，在你的身体也已经全部重新塑造完成。而后一滴精血顺着法阵滴入你的身体中。法阵外，洛清明抿着嘴，举起手擦了擦苍白容颜上的汗珠。这小蛇这么难契约，足足耗费了我3天的时间。看来他体内的血脉之力比我想象的更加浓郁。就在洛清明一脸期待地看着面前缓缓退却的阵法光芒时，在蛋壳中的你也再一次将吞噬值收集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吞噬值30，是否消耗吞噬值进化？你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下来。随着一抹金色的流光在你的身体周围浮现，一枚经文蛋壳出现在洛清明的视线中。一枚蛋，他一脸错愕地看着你，眼神中满是疑惑。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契约精血，契约生效，恭喜宿主获得美女主人一位。我一脸懵地听着系统的声音，然后气急败坏地喊叫道：我靠，狗系统，我都能吞噬进化了，谁还要什么美女主人？你丫又在玩我！你在蛋壳中睁开双眼，看向蛋壳外的洛清明，虽然有着蛋壳的遮掩，但朦胧之间，你还是能看见洛清明那一副猛猛的模样。算了，契约就契约吧。洛清明一脸疑惑地看着面前闪耀着金光的蛋，他心中满是疑惑，什么情况？难道是进化了？随着他的话语落下，一阵强横的气息在蛋中浮现而出，这也让洛清明愈发坚定选择，能有如此强悍的气息，应该错不了。他捧起手中金色的蛋，离开异兽森林，而你则靠在一片香田中缓缓沉睡过去。不知道过去多久，你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此时你已经被洛清明带到一处学院中，在学院的大门处，洛清明被一群身穿同样练功服的男人堵在大门口。洛清明，你居然在异兽森林活下来了！一头短发的男人向前走了一步，一脸的戏谑，说说吧，帮陈哥找的草药找到了吗？洛清明皱着眉头喃喃道：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人是陈宇的狗腿子周胜，而原主就是因为周胜的威胁，这才进入异兽森林寻找强大草药而死。你在蛋中摇摇头，这货算是踢到铁板上了。洛清明没有搭理前者，自顾自地向前走去。周胜看着洛清明无视自己，顿时面色难看地向前一步，在他身上一抹恐怖的火焰浮现在其双手之上。洛清明，你胆子肥了，居然敢无视我！检测到异能火蛇，吞噬可获得200吞噬值。你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因为你的苏醒，洛清明怀中的蛋震颤了一下。洛清明低下头，看着怀中的蛋，要破壳了。随后他抬起头，冷眼看着面前的周胜，滚开！周胜愈发暴怒，但当他看到洛清明那冰寒的眼眸时，却下意识地侧了侧身子。洛清明直接走了过去，你在洛清明的怀中摇摇头，真是废啊，居然被一个眼神就吓到。只是在离开之际，你隐约听见周胜的呢喃声：洛清明，你等着，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就在周胜看不见的角度，洛清明眼眸中的杀意一闪而过。等回到洛清明的宿舍，他将你放在床铺上，然后盘膝开始修炼起来。一夜过去，你也感觉到自己到了破壳的时刻。随着一阵细微的咔嚓声，兽蛋顿时闪耀着金光。洛清明猛地睁开双目，眼底闪过一抹期许。下一刻，蛋壳破碎。洛清明的眼神错愕，满脸的难以置信。毛毛虫，你伸了个懒腰，悠哉悠哉地看着面前的镜子，打量着自己。一阵寒气在你身后迸发而出，强大的杀意顿时让你汗毛耸立。你下意识地缩成一团。当你抬起头时，却碰上洛清明那冰寒的凤眼。完了完了，他不会要杀了我吧？洛清明上一世可是地阶强者，如此骄傲，定然不会与一只毛毛虫相伴一生。而洛清明也是这般想的，明明是闭眼金睛蛇，为什么会变成一只该死的毛毛虫呢？他抬起手，想要直接将你拍死。就在他手掌落下的瞬间，却又停在半空中。再过3天便是学院大比，若是这个时候将血气异兽拍死，定然会让我元气大伤。洛清明喃喃一声，而后转身直接将你扔在玻璃杯下。罢了，先养着你，等合适的时机，到时候再将你替换掉吧。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看你。我现在是一阶御兽师，实力还是太弱，要是想要成长，必须获得学院资源的倾斜，而最好的办法便是在这次学院大比上夺冠。毛毛虫是指望不上了，看来只能修炼龙脉之法了。你听见洛清明的呢喃声，心中微动。御兽师的旁门左道，将异兽的血脉精炼后吸收，强行催动修为攀升。
生，但代价却极为严重，后期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性命。这洛清明真疯，龙脉需要异兽。洛清明说着，站起身来，向房间外走去。你见状，顿时联想到下午碰见周胜的这件事。按照洛清明现在的这种性格，绝对不会留着周胜，而这也是你吞噬异能最好的机会。我也要去！你不断撞击着玻璃杯，动静将洛清明的视线吸引过来。他只是淡淡的看了你一眼，然后将你一把捞起，揣在一片柔软中。此时的学院外，洛清明一身黑衣，静静的趴伏在一处房檐上。周胜他虽然觉醒异能，但手中也有异兽驱使，要是能将其异兽夺来，既能增加我的优势，又能削弱敌人的能力。你在洛清明的胸前认同的点点头。此时，周胜正一个人拿着一瓶酒，踉跄的行走在柏油路上。该死的陈宇，老子可是异界异能者，还是御兽师，你他妈的真的把老子当成跟班了？要不是你爸是学院荣誉老师，老子早就弄死你了。还有洛清明，居然敢无视我，等大比的时候，老子一定要你跪在地上求我。趴在房檐上的洛清明身上的杀意愈发明显起来，而你则淡淡的摇了摇头，心中喃喃不知死活。在周胜走到路中间的位置后，他身体顿了顿，然后猛地抬起头来，看向你跟洛清明所在的方向。谁在那里？滚出来！被看出来的瞬间，洛清明动了，他身形如同矫健的野猫，快速的在房檐上跑动，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周胜的身后。寒芒乍现，一柄细长的匕首出现在他的右手中，匕首横刺，直取周胜的脖颈。周胜反应迅速，身体向前弯下，险之又险的避开匕首，然后转身，一抹火光在其右手迸发而出。一时间，周围黑夜被照亮。洛清明也迅速闪身，翻身向后退去。周胜急速的喘着粗气，眼底还留有劫后余生的庆幸。真是可惜，你趴伏在洛清明的胸前，咂巴嘴，心中暗道：周胜要是反应再慢一拍，他就会直接被割穿脖子。周胜看着洛清明，狠厉开口：谁派你来的？是我大哥周晨那个混蛋，还是我堂弟周周？而洛清明却一言不发，身形化为一抹灰色，再度欺身向前。周胜看着一言不发的洛清明，心中怒火轰然爆发，他掌心中轰然燃烧起熊熊烈焰。既然你不说话，那就去死吧！行进的路上，洛清明目光闪烁，喃喃道：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里毕竟是学院不远处，要是被外人发现洛清明暗杀学院的学生，那他也不用登临地阶了，直接送进监狱。你深吸一口气，看着正在与洛清明激战的周胜，心中暗道：这可是200吞噬值，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一抹青色的力量化为锋刃，在刁钻的时机猛地冲向周胜的腋下。此时的周胜正在全力催动火焰，丝毫没有注意到锋刃的出现。仅在刹那，锋刃席卷而出，将周胜的右臂切开。猝不及防下，周胜前方也出现防守漏洞。洛清明顺势而上，一个手刀直接将周胜砍晕过去。洛清明疑惑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周胜以及散落在一旁的断肢，他好似想到什么一样，低头看了你一眼：是你做的？洛清明疑惑地开口：你刚要举起小手，发现没有手，只能摆动着头来回应他。还看呢？还不赶紧打扫战场！你直接一个弹跳落在周胜的身上。在洛清明疑惑的目光中，心中暗道：系统吞噬，检测到异能火蛇吞噬开始。下一刻，一抹火红色的流光出现在周胜的身体之上，然后疯狂流入你的口中。而被吞噬的周胜此时面目涨红，好似在承受痛苦。洛清明先是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之前没有仔细看，这毛毛虫居然有2阶异兽的实力，难道它是变异种？不过这是在干什么？在其说话间，你已经将周胜的异能吞噬掉，然后懒洋洋的回到自己专属的位置。吸收完异能之后，肚子胀胀的，很快困意来袭，睡了过去。洛清明见你没有其他动作，也将周胜手指上的灵物戒指拿了下来。他没有过多的停留，转身消失在夜色中。经过这一次的吸收异能，你的吞噬值也来到200。宿舍房间中，洛清明伸手一挥，灵物戒指闪烁着一抹明亮的白光，一头6眼魔蛛闪烁而出。魔蛛出现的瞬间，2阶异兽强大的气息充斥在房间中。魔蛛冲着洛清明嘶吼，仿佛想要为自己的主人报仇。你躺在桌子上看到这一幕，只是慵懒的翻了个身子。洛清明冷着眼眸，身上一道道血红色的气息流转，血腥味逐渐在他的身体上涌现而出。而这股气息出现的瞬间，6眼魔蛛仿佛看见了大恐怖一样，焦躁不安的在原地颤抖。他想要逃离，但是地板上却出现一道血色阵法，将其牢牢困住。洛清明伸出右手，猛地一握，地板上早就刻画好的阵法被激活，6眼魔蛛的身体轰然破碎，墨绿色的鲜血逐渐向着中间凝聚。仅过去3息时间，原本拳头大小的血液在龙脉之法的提炼下，化为一滴精纯的血滴。当我抬起头看到血滴的瞬间，身体中好似涌现出一抹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将这一滴鲜血吞噬。洛清明只是淡淡的看了你一眼，你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经过一夜的炼化，洛清明身上的气息愈发浓郁起来，虽然还没有达到2阶的层次，但也相差不多。而你则趴在书桌上唉声叹气。就在你准备言语骚扰系统的时候，顿时感觉自己被拎了起来。洛清明一脸好奇的看着你，这毛毛虫释放的锋刃确实是2阶，而且它好像还吞噬了周胜身上的东西。你摆头表示回应。洛清明摇了摇头，轻叹一声：算了，就算是2阶，那也只是毛毛虫罢了。要想重回地阶，还是得靠自己。还有3天大比才开始，我可以趁着这几天再去一趟异兽森林，猎杀异兽，提升实力。洛清明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主，他说完这句话，便已经打定主意出发了。你想了想，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想要变强，你也需要不断吞噬异兽。就这样，第2天早上，一人一虫重新踏上前往异兽森林的道路。只不过在学院外，却有着不少人身穿同一家族的服饰，他们正不断的来回巡视，并且拦住过路的人，询问着什么。在你的留意下，知道了这些人都是周家的侍卫，他们家少主周胜昨天夜里遇袭，不仅手臂断了一只，甚至就连签订契约的异兽也被杀死。周胜因为反噬，现在还躺在床上，生死不明。你躺
躺在洛清明的胸前，安静的听着。洛清明只是路过，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消息而停下脚步。很快，你们便来到异兽森林的边缘位置。想要尽快提升实力，必须寻找一些2阶的异兽。洛清明喃喃道。就在一人一虫在异兽森林游走的时候，一阵轰鸣声伴随着恐怖的气浪，在森林的远处向着我们冲击而来。洛清明转头看向气息传来的方向，思索着，好强大的气息，最起码是4阶异兽。而你则是昂着头，不断清嗅着森林中的鲜血味。这头异兽绝对已经受伤了，要是能吞噬4阶异兽那所获得的吞噬值，一定足够1000点。就在你思考如何才能让洛清明去寻找这一头异兽的时候，他却主动向着传出波动的位置疾驰而去。富贵险中求，要想快速提升实力，就必须冒险。不愧是美女主人。很快，你们根据血腥味来到一处空旷的山谷中，轰鸣声不断在山谷的深处响起。洛清明站在一棵巨大的树冠上，仔细观察起来。只见在远处，成片的树木已经被拦腰撞断，七零八落地散布在山谷中。一头4阶双翼白虎正在与一只巨岩熊对峙。双翼白虎的身上有着一道从下颚豁开一直到后腿位置的伤口，浓郁的血腥味就是从伤口中散发出来。而巨岩熊也是4阶，虽然没有明显的血迹，但气息虚浮，好似有着内伤。不管双翼白虎如何挑衅，巨岩熊都站在原地对抗，好似在守护着什么一般。居然是2头4阶异兽，要是两败俱伤那就更好了。洛清明没有在第一时间显露身形，而是安静地站在树冠上观察着局势。你双眼冒出金星，用前者听不到的声音呐喊着：赚翻了，只要坐收渔翁之利就行。眼看2只异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时，在你们的身后不远处出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你顺着声音看去，只看见2男1女正跟你们一样压低身子躲在灌木丛里，静静等待着2只异兽打斗结束。而洛清明也在此时注意到这群人，2名2阶异能者，1名3阶御兽师。洛清明微皱眉头，眼神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要是他们想要插手的话，我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收获。这里毕竟是异兽森林，杀人夺宝的事层出不穷。你跟洛清明虽然有着上一世的见识与战斗经验，但要是在绝对实力的碾压下，却没有丝毫胜算。就在你思考对策的时候，战场中心，双翼白虎被巨岩熊死死地抱住。巨岩熊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地撕扯在双翼白虎的脖颈处。随着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双翼白虎的脖颈鲜血喷涌而出，他的头被甩在地上。而双翼白虎临死之前，宽大的虎掌裹挟着狂风，虎爪闪烁着寒芒，狠狠地刺入巨岩熊的身体中。刹那间，2头4阶异兽一死一重伤。在你远处的灌木丛中，那名3阶御兽师双目骤然亮起，厉声开口：就是现在！趁巨岩熊重伤，若是能将其契约成为我的第2御兽，那我便能冲破3阶御兽师的大关。原本奄奄一息巨岩熊在看到几名人族冲向他之后，再度愤怒地咆哮起来，然后转身向着身后的森林狂奔。只是他的咆哮在3阶御兽师的耳中，更像是一种邀请。毕竟此时的巨岩熊已经是强弩之末。3人一熊消失在森林中。洛清明见状，裹紧身上的练功服，喃喃道：这是个机会。你在洛清明的怀中疯狂点着头。这双翼白虎死得真惨，我们好好的安葬他吧。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眼泪在嘴角疯狂流出。洛清明闪身，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双翼白虎的身边，在双翼白虎的身体上也爆发出一抹强大的法阵之力，隔绝着周围的气息。眼见洛清明已经闭上双目，浓郁的气血之力沸腾而起，你也不甘落后，纵身跳跃，直接落在双翼白虎的脖颈处。系统，给我狠狠的吸！叮！检测到双翼白虎为4阶异兽，吞噬之物。听到这个消息，你兴奋的就像是快要蹦起来一样。仅仅过去半刻钟，温热的双翼白虎尸体已经变成一堆枯骨。你满意的点点头，而后捧着吃撑的肚子，悠哉悠哉的回到洛清明的怀中。洛清明此时也因为强行吸收4阶异兽的血脉之力，满脸通红，就像是喝醉酒的模样。他看到地上白虎的尸体，满脸狐疑，然后狠狠地晃了晃自己的脑袋，这就融完了？为什么感觉精血如此之少？你舒服的嘿嘿一笑，那是因为有2/3的精血已经进我的肚子里了。反正洛清明也听不懂我的话，随便我怎么说。他皱着眉头思索片刻，喃喃道：看来你这个毛毛虫真的与众不同，居然还会吞噬异兽。他的话说完，你的身体一僵，不愧是女帝，居然这么快就想到是我干的，我是不是要嘎了？你的身体顿时一阵颤抖。洛清明在看到你的反应后，轻笑一声，开口道：行了，既然是我的血气异兽，我自然不会舍不得这些身外之物。但你要是吃完这些血脉之力没有用的话，哼哼！你连忙点头，表示自己明白。我老有用了，女帝姐姐，别杀我！玩闹之间，一阵细微的嘶吼声在你身后一处隐秘的洞府中响起。洛清明皱着眉头，缓步走下去探查，而你则是一脸狐疑，轻声道：不会这样巧吧？等你们走进洞穴深处时，里面豁然是一只还在幼儿期的巨岩熊，居然是巨岩熊的幼崽。难怪那只巨岩熊就算是重伤，也不曾离开。洛清明双目骤然亮起。就在此时，在外更为嘈杂的争吵声由远及近传来。都说了老子要活的，正文你居然把巨岩熊杀了，是不是故意的？韩哥，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主要是没有想到您的血骨蛇毒居然这般强大。你微微拱起身子，眼眸中闪过一抹冷意。姓韩还有血骨蛇，上一世你就是被韩家之人追杀，而韩家之人绝大多数都会选择血骨蛇作为血气兽，你并未被仇恨蒙蔽双眼。姓韩的可是3阶御兽师，就算是加上洛清明此时的你，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现在唯一要做的便是跑。你的身躯不断扭动，给洛清明传递信息。洛清明好似也感知到外界有人逼近，他将幼崽塞到自己的灵物戒指中，然后隐匿身形，消失在森林中。就在你们已经跑出山谷的范围时，一阵压抑的咆哮声在身后响彻。那个该死的混蛋，连我韩昊天的猎物都敢抢，别让我找到你们，不然定将你们碎尸万段。离开山谷之后，洛清明并未忘记来异兽森林的
的目的。你们在森林中不断猎杀异兽，他的实力也在稳步提升。而你再一次听到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累计吞噬值1000，是否选择进化？进化检测到宿主可蝶变，请选择进化分支。分支1：烽火蝶，可操纵烽火双元素，提升自身速度。分支2：闭眼毒蝶，操纵毒物，提升自身战力。分支3：流金分身蝶，强大肉身，幻化分身蝶，提升存活能力。你在洛清明的怀中拱了拱，想了一会儿，心中暗道：这些进化分支应该是基于我吞噬的异兽演化的，当然是要提升战力的分支了。毕竟等以后强大了，还会有更加强大的异兽吞噬。你直接选择了进化闭眼毒蝶，毒物既可以加持伤害，还可以隐匿身形，对于你现在的身体来说，是再也是不过的能力。随着一抹金色的光芒流转，你再一次化为一枚巴掌大小的蛋，只是这一次在蛋身上不仅有金色的纹路，其中还掺杂着一抹紫色的流光，进化的速度也太快了。洛清明看着你的变化，眼眸中闪过一抹意外。一般的异兽只有在幼儿期、成长期与成年期进化3次，每一次进化都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加持，只是他从未见过2天便能再次进化的异兽。洛清明找了一个洞穴，他盘膝坐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而你则被他放在身旁。2天后，半空中一只巴掌大小、双翼镌刻紫色纹路的蝴蝶正在洞府门口翩翩起舞。你此时刚刚出关，身体中更是涌现前所未有的力量。宿主3阶闭眼毒蝶，技能蝶变、烽火刃、闭眼毒物、幻蝶分身。前段时间吞噬的血脉与异能已经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意念一动，在你的身体周围再度演化出一只与你别无二致的蝴蝶，甚至就连气息也没有任何的不同，就是可惜只是幻影，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你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随口问了一嘴：孔子，我想要成为4阶异兽，需要多少吞噬值？1万吞噬值足够支撑宿主再次进化。你听见系统的回答，并没有多少意外，3阶都已经需要1000吞噬值，3阶与4阶又是一个分水岭，多这么多也很正常。只有到达4阶异兽，我才真正拥有在异兽森林自保的实力。就在这时，身后的洞府中，洛清明的身上也迸发出一抹强大的气息，周围的微风呼啸，不断向着四周扩散。洛清明猛地睁开双眸，眼眸平静，2阶了。他感知到自身的实力不仅仅是初入2阶，而是2阶巅峰。他将视线落在你的身上，喃喃道：看来我修为突飞猛进，你也有功劳。御兽师与血气异兽本就是相辅相成，一方强大可以带动另一方变强。你挥动翅膀停在前者的肩膀上，那当然。说完这句话，洛清明愣了一下，然后看着你：你能说话了？蠢女人，我本来就会说话，是你太笨，听不懂罢了。说完你就后悔了，因为这些话都是你在心中自言自语。你能听到我的话？洛清明看着我：你说我是蠢女人？你连忙从他的肩膀上飞下来，悬停在他的面前。我靠，这不是重点，你为什么能听见我说的话？说出这句话后，你愣了愣，暗骂自己是个傻波一。一般的御兽师确实能与自己的异兽沟通，只是因为异兽智力低下，所以只能听懂简单的指令。而你不一样，你可是拥有着完整意识的人，自然能通过血气交流。洛清明不愧是女帝重生，她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开口对你说道：以前的事就过去吧，现在我们绑定血气，在修炼上你绝对不能拖我后腿，不然我不介意换掉你。当即同意，女帝现在修炼龙脉之法，以后一定会去边塞斩杀异兽受潮的，这种获得吞噬值的机会不能错过。就在此时，洞府外韩昊天的声音突兀的传来：里面的人滚出来！你与洛清明听见韩昊天的声音，转身走出洞府。有事？洛清明冷漠的看了他一眼，你则是盯着韩昊天的脖子细细的打量起来。要是他的异兽是血骨蛇，那他今天也不用活着离开了。异兽森林外围只有你一个人存在，所以是你拿了我的东西吧？韩昊天看了一眼身边的一男一女，然后开口道。他身边的一男一女向着旁边走了几步，将洛清明的退路全部堵死。洛清明自然看到这一幕，并未有任何意外。哑巴了吗？说话！韩昊天一脸不耐地看着洛清明，他有点嚣张。你悬停在洛清明的肩膀上，淡淡的在心中念叨：看来今天不能善了。洛清明可不是娇滴滴的女人，她是女帝，既然不能善了，那就先下手为强。洛清明伸手一招，细长的匕首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同时身形一晃，消失在原地。洛清明的身形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那名女子的身后，手起刀落，女子身形一软，瘫倒在地上，鲜血散开如花。找死！韩昊天暴怒，伸手向前一晃，一只3丈大小的血色小蛇向着洛清明扑杀而去。你看到这一幕，双翅挥舞，一道锋刃破空而出，落在小蛇的必经之路上。这一刻，你确定了，韩昊天就是韩家人，韩家人必须死，还愣着干嘛？围杀他！韩昊天冷着脸看向洛清明，控制的血骨蛇愈发暴躁起来。郑文悄然打了一个响指，在古树下方的空地钻出一条条粗壮的藤蔓，藤蔓如蛇，悄然向着洛清明围杀而去。洛清明闪身一蹬，手中的匕首想要刺穿藤蔓，但藤蔓的强度却超乎想象，那匕首仅仅在藤蔓上留下一道白印。我的木藤坚如金铁，区区2阶而已，受死吧！郑文高举双手，更加明亮的绿光在他的手中爆发。此时洛清明面前是血骨蛇，身后则是木藤，你甚感知到他心中升起的烦躁。别慌，我来！你在心中轻声安慰了一句，随后你震动翅膀，一阵紫色的毒雾挥洒而出，刹那间毒雾便已经覆盖在血骨蛇的身体周围。韩昊天看到这一幕，发出一阵嘲笑：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血骨蛇是完毒的祖宗吗？就在他话语落下的瞬间，血骨蛇爆发出一阵凄惨的嘶吼声，在朦胧的毒雾中，血骨蛇身上泛着血光的鳞片出现溃烂。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眼眸中揭露出惊恐之色。这毛毛虫是什么异兽？怎么会有这般强大的毒？血骨蛇，回来！韩昊天立马召唤血骨蛇，想让他离开毒雾。你冷笑一声，想走？问过我了吗？你忽闪双翼，一抹强大的火红色锋刃破空而出，向着毒雾中不断翻滚的血骨蛇冲去。
仅仅一个照面，血骨蛇首尾分离，掉落在地上，断肢不断扭动，但毒物就像是枯骨之躯一般，不断蚕食，将其腐化成一滩脓血。你看到这一幕，也是稍微惊讶了一番。而此时，洛清明并未犹豫，摆脱身后木藤，直奔面前的郑文而去。郑文反应过来，刚想抬手反抗，却看到你也跟在洛清明身边，这时他彻底没有了反抗的心思，转身想要逃跑，同时一根木藤阻拦在你跟洛清明的前方。洛清明见状，抛出手中匕首，匕首宛如一道流光，狠狠地刺穿在郑文的后心。看到这一幕的韩浩文双拳紧握，死死地盯着洛清明。你明明只是一个2阶御兽士，为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战力？你这个毛毛虫是何种异兽？他的话语还未说完，洛清明已经不耐烦闪身出现在他的身后，冰冷的匕首轻轻地割开温热的皮肤，一道鲜血喷涌而出。韩浩文瞪大双目，双手死死捧着自己的脖颈，眼中的神光逐渐消失。废话真多。洛清明甩了甩手中匕首沾染的鲜血，冷漠地开口：你忽闪着翅膀，看着杀伐果断的洛清明，认同的点头。1天后，你们回到学院，这一次战斗已经让你大体了解自己与洛清明的战力。若是面对3阶异兽，凭借自身的能力将其击败完全不是问题。第2天，洛清明带着你来到学院广场，在这里无数学子带着自己契约的异兽，静静等待着学院大比的开始。只是你们刚刚来到这里，一阵烦人的声音就从耳边响起：洛清明，你也配来参加学院大比？当你看去时，只见一名身穿白衣、笑盈盈的从不远处走来。洛清明在心中呢喃道：这是陈宇的爱慕者苏云英，整天烦着原主，找个机会弄死他。洛清明并未搭理苏云英，见到洛清明这般无视自己，苏云英像是炸毛的狐狸一样，张牙舞爪的一把扯住前者的手腕。洛清明，你居然敢无视我！你只是陈家的私生女而已，只要你求我，我就帮你回到陈家。洛清明眼眸中闪过一抹杀意，一把将自己的手腕挣脱。对面的苏云英看见洛清明不敢说话，更加得意起来。摆正你的位置，你就算有陈家血脉，也只是奴婢的女儿。洛清明听见这句话，心中的怒火再度飙升。啪的一声，洛清明一巴掌扇在苏云英的脸上，苏云英的脸顿时肿胀起来，嘶吼一声，大叫起来：洛清明，你居然敢打我，我弄死你！他刚刚举起来的手却被洛清明死死地攥住，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割了你的舌头。洛清明一边威胁，一边释放出自己身上的气息。住手！一名身穿学院服装、长相俊美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洛清明，开口道：洛清明，道歉。这个男人就是陈宇。洛清明在心中喃喃，原身这么多年当牛做马，应该已经还清恩情了。洛清明没有犹豫，转身离去的同时开口道：这是最后一次。当陈宇听见洛清明的话语后，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而后听见这一阵冰冷的威胁声：洛清明，摆正你的位置，你只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随着一名老师的宣布，大比正式开始。这次大比的时间定为7天，你跟洛清明一同被传送进一片空间中，只要在这里猎杀足够多的异兽投影，获得积分点，便能夺冠。真是可惜，这里都是一些异兽投影而已，没办法吞噬进化。这片空间不小，传送进来的学子被分散在各个角落。半天时间过去，在你跟洛清明的配合下，两人也愈发默契起来，手中的积分点也突破100分的大关。洛清明皱了皱眉头，喃喃道：往年夺冠需要的积分点在1000上下，我们得去试炼森林深处猎杀3阶异兽。你认同的点点头，只要能夺冠，学院便能给予我们一个进入边赛猎杀异兽的机会。随着你们不断的深入，遇到异兽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凑巧的是，你们刚刚到达一处潭水边，就遇到一只受伤的3阶青火鸟。这只3阶异兽身上遍布利爪的伤痕，明显是被其他异兽击伤的。你激发出一道锋刃，就要终结它的生命，然而一道褐色的土墙却挡住了锋刃。一道令你讨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洛清明，该说你运气好呢，还是不好呢？第1天就让我遇到了你。是苏云英，他手掌之间还散发着一抹土黄色的异能量，在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只3阶弯月狼兽，阴魂不散。你嘟囔了一句，轻轻落在洛清明的肩膀上。洛清明对着苏云英开口道：让开，我可以不杀你。面对洛清明的好心，苏云英却冷笑了一声：就凭你，洛清明，你没有觉醒异能，还是个血气了一只蝴蝶的废物，是怎么敢这样跟我讲话呢？洛清明转身，手中的匕首猛地划出，那头重伤的异兽化为积分点消失在原地。看到这一幕的苏云英双拳紧握：洛清明，你居然又无视我，今天我就替陈宇哥哥好好教训教训你。狼崽子，给我上，咬死他！你转头看了看平静的洛清明，而后又看了一眼苏云英，真是个蠢女人，上赶着送死。你震颤着翅膀，向着面前的弯月狼冲去。面对3阶异兽，弯月狼在你这里完全不够看的，他口中含有一片银白色的月光刃，被你轻松转身闪过，随后烽火刃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弯月狼脑袋。这头蠢狼居然想要硬接下你的技能，砰的一声，蠢狼的头上便被硬生生削去一层皮肉，确实够硬。你一边吐槽一边展翅，在蠢狼的身边释放技能。与3阶异兽战斗的经验比较少，你打算将其当成磨刀使。洛清明看着你的动作，并没有催促结束战斗，看来你的异兽没办法帮你了。苏云英一脸的轻蔑，笑着开口：只要你跪下来磕头，然后永远离开学院，我便可以放过你。他就像是胜券在握一样聒噪。洛清明说话间，身形一晃，在他周围豁然出现一阵血色，而后涌动进入匕首中。下一刻，他化为一抹流光冲向苏云英。苏云英被洛清明的速度吓了一跳，反应过来之后，伸手一照，一抹土墙轰然在他的面前出现，想要抵挡住洛清明的进攻。只是小小的土墙怎么能挡得住洛清明呢？仅在一刹，苏云英面前的土墙土崩瓦解，碎掉的土渣散落一地。这不可能！苏云英急速的后退，而洛清明就像是幽魂一般，不断拉近距离。洛清明伸手翻转匕首，狠狠地向着苏云英的胸膛扎去，强大的力道震得周围空气爆响。苏云英花容失色，手上的
的动作却没有停滞，伸手招来一方土墙，再一次将自己遮掩。他刚想求饶，洛清明身子扭转，一脚斜踢，砰的一声，苏云英的身体狠狠地砸落在一棵大树上，将大树拦腰撞断。别玩了！洛清明看着倒在地上的苏云英，转头看了看你，随后紫色的双翼挥洒出毒雾，前方的弯月郎凄惨的吼叫一声，身体仿佛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很快，弯月郎的尸体便化为一滩血水。你咂巴嘴，叹息一声，真是可惜，我的吞噬值就在我的面前融化。你解决完这里的事情之后，转身慢悠悠地飞向洛清明。洛清明看了你一眼，开口道：“能吞吗？”你点点头，缓缓落在苏云英的脖颈处。苏云英听见洛清明的问话，一时间被吓得不敢动。你们要干什么？这里可是学院，是不能杀人的。洛清明点点头，淡淡的回应：“当然不会杀你，但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下一刻，你低下头，一道系统声在你的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异能，土墙召唤，吞噬值100，是否吞噬？你摇摇头，真是废物异能，才加100吞噬值。虽然吞噬值很少，但苍蝇腿也是肉。仅过去3分钟，苏云英躺在地上不断抽搐，而你则是心满意足地落在洛清明的肩膀上。走吧，你跟洛清明继续深入森林深处。这一个小插曲，谁都没有放在心上。试炼第5天，你跟洛清明不断寻找猎物的时候，发现一只1人大小的钢刃螳螂，属于3阶异兽，其身前的双刃有着可以撕穿4阶异兽身体的能力。这是你们遇到的第一只状态完好的3阶异兽。你扭头看了一眼洛清明，后者点点头，手中的匕首被紧紧地握住。下一刻，你忽闪着翅膀升至半空，准备利用烽火刃偷袭。而你刚升至半空，那只正在低头喝水的钢刃螳螂好似感知到了危险，它猛地抬起头，一道强大的刃光切碎周围的空气，直直地冲向了你。你连忙挥舞双翼，强行让自己挪了个位置，这才险之又险地避开刃光的撕扯。洛清明见状，周身的血光大作，他的身形闪烁而出，向着前方的螳螂冲去。仅一个照面，洛清明就被螳螂先飞出去。你连忙向前，同时在心中默念：洛清明，我负责牵制他，你要做的就是寻找机会，一击毙命。螳螂的弱点在眼睛，就在你接近螳螂的时候，那闪烁着强大刃光的前肢再一次抽击而来。下一瞬，你的面前出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分身，分身摇摆，不断吸引钢刃螳螂的注意力。洛清明见你确实能困住螳螂，他也没有再尝试强攻，而是不断围绕在螳螂身边游走。或许是螳螂觉得2只蝴蝶的身影十分的厌烦，他在嘶吼一声后准备逃离。你怎能让他这么轻易的离开？瞬间在螳螂的必经之路上挥出一道烽火刃，轰然撞击地面上，杂乱的泥土被炸在空中。螳螂也被这种变化吓了一跳，他身前的双刃高高举起，露出守护在其中的复眼。就是现在！你在心中喊叫一声，一道更为强大的烽火刃直冲螳螂的复眼而去。洛清明此时身边血光大作，身形爆闪，手中的匕首直指复眼。轰的一声，钢刃螳螂的身体一僵，而后化为一抹积分融入洛清明的身体中。不错，配合满分。你高兴地停留在洛清明的肩膀上，心中不断开口：我们的积分应该已经1000多了吧？冠军必定是我们的。洛清明听见你的声音，也罕见地笑了笑。就在这时，一阵轰鸣声在不远处的森林里传来，而你们刚好看到陈宇正在被一群手掌大小的蚊子追击。你跟洛清明都看到陈宇这般凄惨的模样，但你们并不打算出手帮助。就在你们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陈宇也发现了你们，他双眸一闪，对洛清明喊叫起来：洛清明，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引走这些噬灵蚊，我便求父亲让你返回家族。洛清明没有丝毫反应。什么东西？你轻声嘟囔着：一个破陈家，还以为谁都愿意去的吗？当你们转身的时候，却看到陈宇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他恶狠狠地喊叫道：洛清明，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不想回陈家，那就去死吧。陈宇将瓷瓶狠狠地向着你们所在的位置掷来，砰的一声，一阵粉红色的雾气将洛清明笼罩。原本追在陈宇身后的那些蚊群突然调转方向，向着洛清明冲杀而来。欢异香，这玩意能吸引大部分的异兽，是一些御兽家族捕捉异兽所用的方法。就在你准备去弄死陈宇的时候，洛清明一把将你抓在手中，转身向着远处疾驰而去。等摆脱蚊群再说。此时的你看着身后成片的蚊群，也逐渐冷静下来。陈宇是吧？你等着，老子要吸不死你就跟你姓。这些蚊群大部分都是一阶，你跟洛清明很快便将他们甩开。你看着身后没有蚊群追来，在心中与洛清明交谈起来。现在该想想怎么弄死陈宇了。只是试炼空间这么大，我们该如何找到他呢？洛清明神色冰冷，我已经在他身上种下了血气。说着，他头也不回地向着另一个方向疾驰。仅过去1刻钟，你们再次找到陈宇，你还活着？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洛清明。陈宇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既然还活着，那我说的便算数。等离开试炼空间，我便跟父亲说让你回家的事。现在去给我找点药材，我需要疗伤。洛清明并未有动作。陈宇微眯双目，面色阴沉下来。不听话？难道你不想回家了？洛清明掏出匕首，身形一晃，顿时冲向陈宇。陈宇看到洛清明的动作后，先是一惊，而后眼底闪过一抹冷意。洛清明，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居然想杀我，不怕被父亲责罚吗？他虽然言语威胁，但身体却不断向后退去，一眼便知他这是怕了。我可是3阶御兽师，你想清楚了。陈宇的话语刚刚落下，洛清明的匕首便已经抵在陈宇的胸口上，匕首一寸一寸地顶进陈宇的胸膛，他的口中喷出鲜血，眼底浮现出一抹恐惧。不一会，森林中多了一具温热的尸体。洛清明喃喃道：原主，这些年你跟你母亲受的委屈，我已经替你还给陈家了。随着试炼结束，当老师宣布这一次大比的冠军是洛清明时，所有的学子都惊讶起来。这次学院大比第1，可提前前往边塞猎杀异兽，积累军功。你们应该知道，积累军功意味着
着什么？你们将会背负责任，站在更高的舞台守护蓝星。你们将会被世人铭记。站台上，一名老师正在激情地演讲着，你与洛清明则双目放光地认真听着。前往边塞，这代表你们会变得更强。只要变得足够强大，便能以万军之势碾压都城韩家。就在你们准备启程的那天，一群黑衣人将洛清明的宿舍团团围住。陈家家主缓步走了进来，他一脸冷漠地看着洛清明：“陈宇是不是你杀的？重要吗？”洛清明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陈家家主的眼眸，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就在你以为要动手时，陈家家主点点头，转身看向外面，说了一句话：“陈宇毕竟是你的哥哥，他母亲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好自为之。”陈家人走后，你不放心地趴在洛清明的肩膀上，看来陈家已经知道陈宇的死因了。洛清明则是一脸淡然：“无妨，边塞陈家还插不进去手，我们可以趁着这3年的时间好好提升实力。”